海贼王里真的有反派吗？在慎平对人类赶尽杀绝的时候，阿龙却能理智劝他住手；在同胞受到伤害的时候，阿龙又会满眼心疼。可当泰格老大被海军杀死的那一刻，阿龙再也无法原谅人类，他最后的一丝善良也跟着大哥一起消失了。当黑炭木蝉故意干扰战斗的时候，凯多偷袭取胜，感到无比内疚，知道自己胜之不武，于是他干掉了黑炭木蝉，并向玉田郑重道歉，给了对手一个交代。当他听到路飞的宣誓，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吃饱饭的世界的时候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初心，将胜利让给了路飞。当小峰毫不留情暴揍自己小弟的时候，他也能为了友情牺牲自己，帮助老沙引发战争的时候，也可以两次挺身而出救下路飞。一个最不像男人的人，却总是做着最男人的事。当塞尼奥尔跟着明哥的时候，会经常干海贼的勾当。他可以为了少主干掉所有人，但为了心爱的人，他却又能忍受全世界人的嘲笑。就算被直至脸羞辱，也丝毫不在乎，因为塞尼奥尔是有感情的人。如果上天能够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，塞尼奥尔应该不会再当海贼了。当大妈要吸走佩德勒所有寿命的时候，在看到波克莫斯的求情，他也会动恻隐之心放走敌人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。与超新星们的战斗可以丝毫不留情，但是面对一犯之恩的小玉，大妈也懂得知恩图报。当赤犬贯穿艾斯的时候，所有海迷都无法原谅他，但在看到那些因海贼而无家可归的人，又让人觉得作为海军，赤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毕竟他没有上帝视角，只有自己的立场。面对曾经在顶上战争扰乱军心的科比，赤犬在战后也没有找过任何的麻烦，甚至还给科比升了职。至于孩子们一直认为是好人的路飞，他做的一切就真的是对的吗？为救艾斯，路飞大闹推进城，他展现了兄弟情深，却给日后的新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许多被关在这里的重刑犯都因为他又回到了海上，而站在正义一方的汉尼拔拼命阻止的那一刻，路飞则被显得更像一个反派。所以海贼王里没有纯粹的反派，只是立场不同。但朝着弱就另当别论了。垃圾果实被用出神级威力，这5人真的是把果实开发到了极致。第一位，天龙人明哥，线性果实能力者，一颗用来缝补背心的垃圾果实，居然会被明哥开发出这么多离谱的技能，如能够阻断信号无法斩断的鸟笼，可以实现空中飞行跨海的空道，以及随意控制他人行动的寄生线。最 bug 的是明哥还能用线治疗修复伤口，线性果实在他手里真的是无所不能。但也因为明哥太注重开发果实，而导致霸气和体术修炼的不行。如果能空出时间练习2年半，一定会变得更强。第二位，路飞，橡胶果实能力者，又名幻兽种尼卡形态。这颗果实的上限很高，下限很低，用不好就是一颗非常普通的恶魔果实，但是一旦开发的到位，那么就直接变成了神级果实。像路飞这种天才就玩出了2档、3档、4档战斗形态。吴老星曾说过，在过去的几百年间，这颗果实历经了很多能力者手中，但都没觉醒。现在只有路飞做到了，也就说明了他确实把这个果实开发到了极致。第三位，暴君熊，肉球果实能力者。论果实开发这方面，我真的只服奇怪海大雄。本来是一颗半可爱卖萌的果实，却被用出了8个级的威力。脚上的肉垫可以让它瞬移，也能够弹开一切物理、气体、液体等攻击，简直是超人系果实的天花板。不过大雄倒霉就倒霉在，他把果实开发的太强了，直接做到尾天强行封号。第四位，乔巴，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能力者。这个果实是相当的垃圾，至少人类吃了不会获得任何能力，反而还会变成旱鸭子。但是乔巴吃了人人果实之后，不仅开发出了7种变形形态，还能与4皇大妈硬刚。明明只有100倍力，却天天打着几十亿的架，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吃了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能力者该有的战斗力。第5位，卡尔，诺诺果实能力者，海贼王里唯一一个把超人系玩成自然系的人。不过他也是因为自身实力强大，诺诺果实配合剑文斯的能力，让卡尔具备了自然系的无敌防御，所以无论给卡尔吃什么垃圾果实，他都能开发出神级威力。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，9位船员都去哪了？38年前的神之谷一战，卡普和罗杰联手击败了以洛克斯为首的邪恶势力。失去船长之后，船员们各奔东西。当时跑得最快的应该就是白胡子，他早就想离开这个没有一点温情的团队了。况且给别人当小弟，不如自己当老大。于是白胡子在新世界便开始不断招数干儿子，而凯多和大妈也没闲着。凯多靠着雨果山的能力击败一个又一个强敌，大妈则与老搭档长面包继续合作，创立了万国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白胡子、凯多、大妈4人都成为了君临新世界的海上皇帝。但很可惜，他们终究还是被时代淘汰了。白胡子为救艾斯牺牲在了顶上战争，凯多和大妈则永远留在了和之国。不过好在长面包还活着，当年他和大妈一起上的洛克斯的船，也是一起下的船。如今大妈走了，Big Mom海贼团很有可能会由他全权掌管。
金狮子离开洛克斯海贼团之后，原本混得也不错，但是他非要作死，单枪匹马闯入海军本部抢人，最后被卡普和战国关进了推进城。本以为吃了几年的牢饭能让金狮子学老实点，结果他逃狱之后又作死，惹谁也不好，非要找着草帽团，被路飞教训了一顿之后，被赶来的海军又带回了推进城。目前他应该还活着，不过下半辈子都要在暗无天日的铁牢中度过了。至于银府，目前下落不明。王直的话，漫画中有提到，他脱离洛克斯之后，回到蜂窝岛，继续继承洛克斯的地盘。后来黑胡子海贼团与他发生了激烈冲突，最后在科比的帮助下，黑胡子干掉了王直，成功占领了蜂窝岛。其实，在这9位船员里，最倒霉的还是约翰船长。洛克斯倒下后，他卷走了船上所有的财宝，但是过分贪恋钱财，引来了杀身之祸。在刺向独吞宝藏的时候，被自己的部下杀害。又过了很多年，莫利亚把他的尸体做成了僵尸将军。最后是密斯巴金，马尔科说过，他与白胡子在40年前曾是一条船上的伙伴，那毫无疑问，很明显是在洛克斯海贼团的时候，所以密斯巴金也曾是洛克斯的船员，只不过一直以来行踪都很隐瞒，最近2年才开始有所大动作。一定要答应我，就算吃最废物的甲壳果实，也不要尝试吃下面这5颗恶魔果实。它们除了会让能力者变成旱鸭子以外，还有更离谱的副作用。第一颗暗暗果实，黑胡子明明看过恶魔果实图鉴，却仍旧选择吃这颗果实，甚至不惜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暗暗果实的副作用就是疼痛感远超常人数倍，可能划破一下手指都会让黑胡子感觉到剧烈的疼痛。第2颗铜曲果实，无论你是四皇还是大将，只要被砂糖的双手碰到，就会变成玩具，任他随意摆弄。可以说这是一颗神奇果实，但也因为能力太 bug， 副作用也很大。砂糖吃下果实后，身体便停止了生长，身高和外貌永远停留在了童年时期。第3颗锁链果实，谁能想到这会是颗伤敌1000自损800的恶魔果实？能力者每次释放能力，锁链都会从身体的肌肉层射出来，就像金刚狼伸出利爪一样。不过人家金刚狼有自愈能力，而宝藏狂人没有，所以他每次使能力的时候，身上都会留下口子，还没和敌人交手，就先被自己的果实能力打伤，真是有够奇葩的。第4颗毒毒果实，这颗果实的强大，连能力者本人都承受不住。麦哲伦每次大量消耗能力之后，毒素就会侵入身体，所以他一天24小时有20个小时都是坐在马桶上，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。明明是毒果实的宿主，却受不了自己的果实能力，多么可笑！第5颗橡胶果实啊，不，准确来讲是人人果实幻兽种天阳神尼卡形态。从路飞学会2郎开始，他就一直在用透支寿命的方式去战斗，哪怕是如今觉醒了果实能力，变回正常形态后会有明显的衰老特征，而在饥饿状态下也会呈现出这种样子，显然是橡胶果实带来的副作用造成的。路飞未来的结局不会和罗杰一样吧？海涅海贼王中被糟蹋最惨的5颗神奇果实，全被能力者给用废了。第1颗画画果实，能力者吃了这颗果实，就等同拥有造物主一般的能力。说白了，就是尾田送的卦。无论是现实中有的东西，还是不存在的物体，画出来都会成真。虽然开始郎的画工也很强，但他终究还是浪费了这颗果实。毕竟脑洞和眼界都太低了。要是让乌索普吃这颗果实，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力，加上一流的画工以及霸王色运气，绝对在新世界混得风生水起，没准会比路飞更早一步当上4皇。第2颗门果实，能力者布鲁诺可以在任何物体上开出一扇门，自由出入异次元空间，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，墙壁、火焰、空气，甚至在别人的脸上都能开门。就算是号称无敌防御的屏障果实，估计也阻止不了布鲁诺开门。只要躲进门内的空间里，哪怕是凯多和白胡子这种怪物也无可奈何。所以门果实无论是打辅助还是团战都特别强，可以说能力真的很 bug。但是能力者却偏偏不好好开发，非要跟着陆琪学习铁块，最后硬是把自己扛死了。第3颗爆炸果实，上限没有，下限不低，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把这颗恶魔果实开发的这么烂。Mr. Fell 的技能大多都是抠鼻屎，但凡他会点体术，爆炸果实的威力也绝不仅限于此。论基础破坏力，这颗果实绝对称得上是超人系里数1数2的。学会觉醒的话更不得了，可能小 E 都会拥有核爆的威力，足以轻松毁灭一个国家。但很可惜 Mr. Fell 强行拉低了这颗果实。第4颗迟缓果实，福克西是真把这颗果实浪费了，逆天的能力直接用成了狗都不吃的能力。开发好的话，克制荒原的珊珊果实没有一点问题。不过仔细想一下，这么无敌的果实好在是让他吃了，要是像明哥或者路飞这种开发果实的天才误食了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30秒的切换能力可能就觉醒成了范围时停30秒，足够杀死敌人1000次了。第5颗霸气大蛇果实，在合着果片，大蛇并没有把这颗果实展现得有多强，除了张嘴吃人，外表吓唬人，拥有8条命以外，基本就没什么特别亮眼的能力了。这让我一度觉得霸气大蛇果实也就仅此而已了。但是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，霸气大蛇是最强的妖怪，它的身躯巨大，能够一口吞掉整座山谷。可惜黑炭大蛇又蠢又菜，以至于这颗超强的幻兽系恶魔果实也被他糟蹋了。